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本期视频呢，主要聊一下我这几天对币圈的一个了解啊，其实也是很有限的。上几期视频主要跟大家分享学习了一下什么是数字货币，也讲了一下比特币的定义原理，还有它所具备的一些功能作用，比如说挖矿啊、区块链啊，都简单介绍了一下。虽然了解不多啊，但是还是想多玩玩，所以这几天也做了一点小功课吧，汇总了一下在币圈常见的一些赚钱的主流玩法，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如果是币圈大神级别的话，就可以直接无视了啊。首先最开始我觉得，如果有人跟你说币圈很轻松的就可以赚钱，那你就需要谨慎了。因为对于少数部分的人可能轻松就赚到钱了，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这还是一个很高风险的领域。另外千万不要用什么货款啦、抵押呀、信用卡套现等方式的资金拿来玩币圈。你来币圈玩的钱应该是你能够承受亏损的这一部分资金。币圈赚钱第一种的方式就是挖矿，简单来说就是用电脑进行计算，然后获取一些计算完成之后加密货币的奖励。最初呢，就是家用电脑就可以能够挖矿，到后来需要越来越强大的 CPU， 以至于到最后主流的倾向变成了显卡挖矿，这直接导致显卡的价格爆炸。这就是我这几天了解的一个结果啊。当下呢，个人想通过挖矿来收益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主流的还有云挖矿，就是你去平台租用矿机或者租用算力，但是这个又需要仔细筛选，如果平台跑路了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目前看来，挖矿应该就是第一种传统挖矿呢，不是一个很好的推荐方式。对于新手来说，币圈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在一级市场交易。一级市场一般是指发行市场，二级市场的话就是指交易市场。一级市场就是说某一个新的币种要发行了，它就出一个白皮书，然后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私募公募，以及最后可能去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最后才上线到二级市场，个人大众就可以开始交易了。简单的来说的话，一级市场交易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在它正式交易之前，你就直接去找项目方购买。在最初的话，你直接跟项目方购买，那相对而言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就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对吧？一个公司还没上市，最刚开始成立要准备上市的时候，它的原始股是不是很便宜？上市过后，经过一轮一轮的环境刺激也好，公司发展规模也好，到了 N 个月后或者1年2年后，可能原始股只要2元，发行1年过后涨到20-30块钱一股，那这个就是肯定中间的利润空间就非常大了。但是呢，它的风险也是很高的，因为有可能这个项目呢就直接嗝币了，或者正式发行之后不久就嗝币了。很简单，就像我们公司一样，成立上市也有亏的，对吧？也有倒闭的，这就是机遇跟风险共存嘛。当然这个肯定也是需要一定门槛的啊，去项目方购买。个人入门的话，肯定是直接不建议考虑这种一级市场的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参加的一级市场，就是项目方为了推广他这个项目，会有些免费放的这种推广，俗称就是空投，相当于你完成了一些他的推广任务，比如说分享新闻啦，或者介绍啊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你就有机会在前期获取一些这个项目的加密货币，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少量的手续费。不过跟自己发钱去买币的话，这个成本肯定就是降低了非常多了。但是如果你只有1-2个账号来弄这个的话，你能够拿到的币是很有限的啊，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弄很多的小号来搞这种空投的，获取不少的这种加密货币的奖励。反正整体看了一圈下来，这几天大概就是说，
如果你作为个人随便玩玩的话，通过这些推广能够拿到很少加密货币。但是如果你想拿到高收益的话，你就需要花心思去学习怎么样能够弄好环境，搞到很多的小号，去撸到更多的羊毛。这就是一级市场的大概率的一个玩法。我们再看一下二级市场啊。二级市场的话，一般就是说我们作为大众的个人用户去交易所里面玩嘛。如果把币圈作为股市的话，这个交易所一般就是指证券公司和实体的证券公司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说在证券公司里面买股票是拿实际的钱去交易，而这个钱基本上是没有浮动的。但在币圈交易所里面，我们一般来说是通过各种交易来进行交易的，而主流的话就是通过稳定的币来作为一个价格的标杆。目前主流的还是 USD， 基本上 USDT 等于1美元，但是它会有稍微的浮动，这也就造就了一个套利搬砖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个交易对在不同的交易之间的差价来进行套利，或者也可以通过法币和 USDT 的差价来进行套利。更主流的呢，好像还是后面这种，个人感觉哈，这个也不是非常熟悉。不同的交易所中的 USDT 和美元的汇率也是有浮动差价的，所以在理论上来说，你可以在 A 交易所买入 USDT， 然后在 B 交易所卖出 USDT， 赚取其中的差价。当然是通过买币的数量级，也可以通过套利的。也就是说，你一般如果买的数量比较大，汇率也是比较好的。如果你买的数量是比较少的，那汇率也是比较差的。你就可以通过比较大的金额、大数量的比较好的汇率进行购买买入，然后通过小数量的这种汇率比较差的方式卖出去，也可以套利。其他应该还有更多的细节方式，反正我就这几天了解到的这几个地方吧。总体来说的话，这种 USDT 和美元的浮动虽然有浮动，但是它浮动也不是非常的大，所以它的单次的利润是比较低的。如果你想要利润高的话，你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本金，而且由于涉及到法币的出入金的话，你在中国境内还容易涉及到冻卡的问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目前这种币圈，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在中国还是禁止交易的哈。所以总体下来，对于小白来说，搬砖套利也不是一种推荐的方式哈。另外一种就是现货交易了，你可以直接把它当作股票来玩，低买高买这种长期持有的，或者定投的等等，这些股票商人玩的话都能够玩。不同是对于股票相对而言，它退市的概率还不算特别高，但是在币圈你买到的加密货币归零或者暴跌的这种概率就比较高了。对于新手来说，我建议只认准比特币还有以太坊这两个币种。这两个玩意儿呢，归零的概率，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现在是这个行业里的老大老二啊，把币圈那些混熟了再去考虑其他的币。接下来的视频我也会跟大家介绍以太币啊、泰安币啊、波卡呀这种，再跟大家分享学习一下，这样我们就是比较稳妥了啊。那接下来就是量化交易，也就一般说的是网格交易。大家都知道低买高卖就能够赚钱嘛，那网格交易其实就是一种自动化的交易策略，在平台它能够让你设定一个某一个区间内进行自动化的低买高卖的操作。股票也是有这个的啊。当然网格交易它不仅仅是针对于现货，因为我这边单独给它列出来了，是活跃那些也能够进行网格交易。现货的网格交易的话，相对而言是风险比较低的一种方式了。当然前提是你参加网格交易的这个币种是比较靠谱的，不会存在很大的归零的风险。就像跟我们刚才说的比特币、以太币这种，
它归零的风险基本上是极小极小的。然后不管是现货还是期货，我们都可以加杠杆。杠杆就是说白了，就是可以让你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币。比如说我们本金只有1000块钱，然后加一个5倍的杠杆，意思就是我们用1000块钱可以买到价值5000块钱的币。那其实就是相当于交易所借了4000块钱给你。如果这个币圈涨到 20%， 那它的总价格就变成了6000块，就相当于赚了1000块钱嘛。这对于你来说，1000块钱的本金它就是翻倍了，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币跌了 20%， 那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变成4000块钱了？就相当于亏损了1000块钱嘛。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本金只拿出去1000块钱，你已经没有办法兜底了，所以交易所就会用一种强制性的把你这个币卖掉，卖回来的钱就刚好是用于回收，就相当于它跌 20%， 总价是4000，对吧？那你卖了过后它只有4000块钱，就相当于全部回收掉了，那就全部被这个平台吃掉了，那你就相当于全部赔掉了。其实赔也不是很多嘛，就是1000块钱。所以杠杆也是可以让你收益放大，也可以让你亏损放大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加杠杆的话，你不管亏多少，你至少那个币还在，还有后续涨起来的机会。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但是用了杠杆之后呢，你就会强制的平仓卖掉，那你亏了之后就啥都没有了，又要重新买币了。我再重复一下之前的那句话，不要把货款、信用卡、抵押的这些方式拿来的钱来玩币，千万不要啊！另外一种的话就是 DeFi 的话，就是去中心化的金融的意思。它的思路是通过区块链来替代传统中心化的第三方，提供金融服务。这种行业常规业务的话，包括放货、借货、抵押、保险的这些东西。当然这些操作的对象都是币啊。加密货币对个人用户来说，你可以理解为把你的币抵押给这种 DeFi 的服务商，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比你现实生活中的银行高不少的年化的利息，这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那更复杂的话，我们后续再研究啊。再有就是 NFT 非同质化的代币，每个 NFT 代表一种独一无二的数字资料，它可以作为虚拟商品所有权的认证或者证书，主要是用在数字物品交易的市场。最牛逼和经典的案例就是有一幅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拍卖了6934万美元，而这个说起来感觉还是比较抽象一些。最后一种就是链游，简单说的话就是你去玩的那个游戏，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游戏的代币，然后代币可以兑换成有价值的加密货币。它的问题就是有些内容你入场的时候是会让你先质押一些加密货币，反正就是需要你先付出一些成本的东西，经过某一段时间的周期之后你才能够回本，后面就是你赚了，再之后就是你赚的加密货币了啊。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链游在你回本之前的那个周期，或者你刚刚回本，或者你赚了钱但是还没有拿到，或者没有达到能够兑换成有价值的加密货币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平台就跑路了。我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前就有个朋友玩那个币安英雄啊，因为之前他是跟我分享过这个东西，我还记得最后被坑了几个 BNB 吧，所以很多链游压根儿就是一个圈钱的。我也大概搜了一下油管上一些做链游的频道啊，整体来说呢，去年以来的链游市场，也就是2023年，还是比较悲观的。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没有学会或者了解，轻易不要去碰哦。好了，这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经过这几天整理出来在币圈赚钱的
几种方式啊，肯定也是有遗漏的，进玩法实在太多了啊。总结下来的话，我是对于新手入门最靠谱的，还是一开始就当炒股的那种感觉玩吧，并且你玩现货，你就玩比特币和以太坊这种，其他的就先不要去碰。等我们慢慢熟悉了币圈的这个圈子，你再去碰一些其他的山寨币吧，因为那些所谓的什么百倍币啊、千倍币啊，确实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也不会落到你我的头上，落到你头上的可能归零的概率更大一些。上面就是本期的视频全部内容啊，我们下期视频再一起学习一下以太币吧。